范闲怔怔地看着那块大匾上唯一残留下来的那个兀字，以及兀字下方那3个符文，一上一下再一上一下，2个圆弧凑在一起，便是这个符文的全部内容。他手指伸到寒冷的空气中，下意识里随着这个符文化动了起来。自庆历5年以后，他不知道在这个兀字和这3个一模一样的符号上下了多少功夫，也曾向五竹书和四顾剑求教过，然而毕竟信息太少，竟是一无所获。而今日这个兀字和这些符文终于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叫他如何不心情激荡呢？范闲注意到了大匾上那个残缺兀字的位置，以及那3个符号的位置，一抹亮光像闪电一样掠过他的脑海，让他整个人都变得呆住了，而双腿却像不受控制一般，怔怔地向着神庙的大门走去。海棠和王13郎终于从得见神庙真容的震惊中醒了过来，马上便发现了范闲的异常，紧张地跟了过去，向着神庙的大门走了过去。范闲的目光依然死死地锁定着那块大匾，嘴里念念有词，语速越来越快，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他的脸上生出2团激动的红晕。什么天赋？这不是字母 M 还能是什么？范闲疲惫的眼神已经完全被情绪复杂的明亮所取代。他咬着牙，有些痴傻地咳笑着，看着那块大匾，终于明白了神庙是什么东西。在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了自己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推论是正确的。雪山里的那些轨道不是用来将这些登天的青色石阶运送到山外的天穹下，而是要将整座庞大的神庙运送到天穹下。神庙也需要能源，它需要阳光，所以它才会在极夜之后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也正是这一点，让范闲确认了神庙不是神迹，而只是一处此时还不知道确切用途的建筑。更关键的是，他终于确定了自己脚下所站立的土地还是那个蔚蓝色的星球，就是他曾经在无尽星空下对大宝难得提到的那个地球。范闲的双唇苍白，颤抖着自言自语说道：这是地球？那这座庙是什么？3个 M， 一个兀。我那时候可没有这么大的博物馆。无穷无尽的情绪冲入了他的脑海之中，让他有些难堪其客，双颊猩红，双唇苍白，眼神有些迷惘。是的，神庙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博物馆。肖恩记得的那个兀字不是镰刀斧头，那3个 M 也不是天符，也不是俄国人的飞船标记，只不过是一个英文单词里最常见的字母。是的，神庙大匾上明显排列的有个兀字，而下方的英文3个 M 却是那个单词里的残缺。神庙是个博物馆。范闲木然地站在神庙大门前，抬头看着那张大匾，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身处的世界是地球，这个明显有几千几万年历史的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建筑而成的呢？建成这些博物馆的人在哪里？为什么世间要有这样一个存在呢？为什么这个博物馆成为了人们口中所称的神庙呢？想到人类历史中那些含糊不清的传说，那些天脉者，那些神庙使者，那些被母亲叶青梅偷出神庙的公爵和箱子，范闲的身体难以抑制地颤抖起来。他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真相，然而却发现依然有太多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问题。范闲剧烈地咳嗽起来，就在神庙深色的大门前，在这像极了历史天书的门前佝偻下了身子，愤怒而无助的声音从他的胸膛里响了起来：这是他们的什么博物馆？这是军事博物馆。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声音从神庙的门里响了起来，似乎只是想回答范闲的这个充满了挫败感与恐慌感的问题。风雪停了，听到那个平淡的声音，范闲双瞳紧缩，警惕地望着面前若天书一般的木门，不知道里面会跑出怎样的一个怪物来。然而过了许久许久，
雪山深处的神庙依然一片安静。庙里那个声音在解答了范闲那句下意识怒问之后，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复杂的思考过程里，陷入了沉默。紧接着，庙前那扇奇大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道缝。如此沉重的大门打开时，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令人有些不寒而栗。庙门开了15度角，在正面看不见里面的风景，然而这无声的开门似乎昭示了庙中人的某种邀请。范闲的心脏在这一刻咚咚地跳了起来，然后强行平复了下去。他眯着眼睛望着庙门的阴影，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却似乎出人意料，缓缓地坐了下去，就坐在了石台上的浅浅白雪上。他本以为就如同数十年那遥远的过去一样，当苦河大师将要打开庙门时，里面会闪电般探出一个黑影，给自己这些人最强悍的打击。然而庙门开了，却没有丝毫动静。难道说庙里的那个人也会感到寂寞，感到孤单，感到冷吗？所以庙中人很希望看到自己这些人的到来。宝山在前，地狱在前，天堂在前，繁花雪景在前，只有咫尺。偏生范闲却坐了下来，唇角挂着一丝微涩的笑容，闭上了双眼，开始不断的冥想。海棠和王十三郎并没有听懂庙中那个声音与范闲的对话，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博物馆，他们也不明白范闲为什么此刻却在庙门前坐了下来。他们怔怔地看着神庙打开的大门，紧张地走到了范闲的身旁，取出了身边的武器，开始替他护法。海棠的武器依然是他腰间的那柄软剑，王十三郎却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根木棒，就像个猎人一样，双眼尖锐地盯着开启了一道小缝的庙门。雪地上的三人就这样沉默地守在庙门之前。四周天地间的元气极为浓郁，范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闭着眼睛坐了下来。在进入神庙之前，他至少要保证自己能够行动无碍，待会儿若要狂奔而逃之时，至少不会拖累海棠和王十三郎。既然神庙在前，庙门已开，这几万几千几十年都等了，何至于急在这一刹那呢？不知道过了多久，范闲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身体36000个毛孔贪婪地吸附了足够的天地元气，将体内的经脉窗口修复了不少，腰后雪山处蕴积的真元也终于可以尝试着缓慢地流淌。他的精神好了许多，做好了入庙的准备。范闲的双眼落在了庙门口，王十三郎此时正在紧张地盯着那里，只听得吱吱2声脆响，一只小鸟挚爱地从神庙的门里走了出来，对着外面紧张的3个人叫了2声。这只鸟儿魂体清脆，十分美丽，透着股清静的感觉。神庙外3人看着这只鸟儿的到来，不由一怔，没想到神庙来迎客的并不是什么恶魔仙将，而只是一只鸟儿。青鸟殷勤，未看叹。走吧。海棠看着那只美丽的青鸟，心头微微一颤，下意识里说了一句话，将范闲从雪地里扶了起来。